嗨，大家好，我是小江老师。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 Freeman。哇，今天终于到我们非常期待的单元，没错，就是我们这次要做人形，然后就要请这个对人体结构很了解的物理治疗师。对，没错。我自己的话就是对人体比较有兴趣，对，所以看到这个模型，我也是眼睛为之一亮。那个时候小江跟我说要做这个时候，说好，毫不犹豫。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哦，看这个动物里面的模型究竟有什么。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1:20的比例，这个叫做 Minima Victory， 然后它的 Pramax 系列的 NF70，它就是我们众所期待的东武米。然后它的正面呢是它在做模型的样子，然后它的背面呢，哇，是大家更喜欢的，就是它穿泳装的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打开看里面究竟有什么。这用看的就可以了。哇，我们可以看到零件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非常的珍贵。首先就是只有2个框架而已，然后这2个框架我们就打开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射出的品质。我们先看说明书吧，这应该是史上最香的说明书。一开始就是有2个动力老师，然后打开以后，点箭图。然后它的说明书非常的简单，那基本上它的这个无缝吼就比钢弹的难做了，因为它是算全部都是这种曲面。第一个是不规则的曲面，然后它有很多几乎都是对半开嘛，然后还有身体的结合，像这种都一定要先夹组过。那它这边还不错，它至少有帮我们涂完它大概是长什么样子。我这个衣服很难涂。超难的，我那时候看到衣服，哦，这个我们不要做这个吧。这边呢就是它的 V 模式，就是它穿泳装的模式，然后这边身体也是对半合，脚也是，然后它的头发贴上去。但我是建议大家要先夹组，不然你直接按照它的说明书粘死的时候，你会很难涂。这就是泳装模式。哇，参考资料佐证资料，就是如果你不会涂装的话。它另外一边也有直接送你一个 A3 海报。对，不是他给你涂装范例，真的就是我们的模型里面都会有这种涂装的范例。哇，给好给满，超大的涂装范例。那我们现在赶快来看套件本体有什么。哇，它的这个 A 套组呢，就是它这个发型。然后这个辫子，其实这个辫子不好开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模具加工是有点复杂的，而且它这里还有个迷你切口钳。对，没错。然后这里还射出了一个框架中的框架。对，这个也是蛮可爱的，很精细然后这边就是它的外套的手它的这个上半身它给它分开，有分件对，上半身分件啊。我希望是没有分件。然后它的脚，但它的这个衣服皱褶。其实它开得很好它开了这个皱褶以后，我本来想说这一条一条的勾是没有的，没有想到它是有帮你刻出来的，你只要涂在这个勾上就可以了。那我们看 V 套组有什么？这边它头发它的头发拆件其实也是很复杂，3个头发，然后加上脸在这边，然后手，手是一体式的，还可以。然后它的腿，这是右脚，然后这边是左脚，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主要的身体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进行夹组。那它其他的零件其实我已经剪下来了先做了一个前置作业的准备。然后我们现在就最重要就是把这个脸要先剪下来。那一开始处理注料口这种曲面的，我觉得用这个海绵砂纸也可以，因为我不想要它身体有太粗的磨痕，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600号砂纸开始。那这种的打磨方式其实它还是一样，因为这有点曲度嘛，你就顺着它的这个发型去打磨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把它的最明显的这个注料口先做一个简单的处理，要顺着它的发型的零件。那这个脸的部分就尽量不要磨到。那我们刚才是用600号的砂纸，然后这种是海绵砂棒，你也可以去做一个整个表面质感变化，你就可以用这个800号。那它的好处就是，它其实这样子刷完，你刚刚有磨到的地方稍微细修一下，这样子就会变成800号，很方便。如果你觉得它身上有什么小瑕疵，其实你可以用这种，这是纱布更软，它就不会在它脸上留下很明显的刮痕。
你看它2000号的，它其实只会表面的这种反光的质感稍微变化，它并不会让它产生很严重的磨痕。然后如果没有什么瑕疵，甚至连这个动作都不用，它就是可以整个把你刚才的那个海绵纱棒带过的质感处理得更细致而已。那这种纱布它就是比较柔和，还蛮适合来处理这种肤质的东西。这一次它的这个无缝很多嘛，所以以前我教你做钢弹的时候，我请你用那个黑胶。这次你开工，我忘记跟你说，没错。所以像你们可以看到，它这一个已经用了这个黑胶涂上去了，在黑胶涂上去以后，就会变得比较难处理，而且你在后面上色，你就会发现，黑色有点难，很难盖，很难盖，你喷肤色会很难盖。我们做钢弹的时候，我们都会喷灰色的底漆，所以这个。人形，因为我们常常可能是喷白色或是粉红色的底漆，这个状况下就建议用另外一种处理方式。这种是渗透型的胶水，你只要这样子撸过去，而且它是速干哦，你这样子不用真的整个伸进去，它也会溢进去的。这个模型啊，有时候会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断差，对，那这种断差，你这个胶水怎么涂，它是永远都不会补起来的。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填补材料跟方式。这个注料口这边呢，因为我们想要保持它人体的那种曲线，所以我这里其实会稍微用刮刀把那个汤口顺着它的角形，这个角排留住，然后我稍微用这个刮刀处理一下，先把不要的先稍微刮一下，然后刮到大概以后啊，我们之所以用这种海绵纱，就是因为它是这种软的。那它软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顺着这个形状，有没有？你看它的脚踝可以顺着这个进去磨，那它的脚踝就还会在。那它这个模型本身是有一点断差的，那所以我们可以快速的先用这个刮刀，它这有3个刃嘛，任何一个刃都可以，然后不用最尖端，因为最尖端是要伸进去清东西的。然后你看，你可以先刮一下。先把多余的断差做一个很简单的刮除。那透过我们刚才刮完以后，你现在砂纸处理起来的这个无缝就会特别的有效率。然后看这里有一个收缩，对不对？这里有一个凹进去的瑕疵，我们先不用紧张，我们先把这整条先处理掉。这时候海绵纱它就扮演着一个极度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这一次呢就出了一个这个综合的版本。而且这个很便宜，看起来很方便，很方便。就是你可以选一个，像我们刚刚知道我们要补一个有点弧度的，那我们选一个圆头的，然后它这样子折，然后再折回去一次，它就掉了。所以你也不用切，就直接用折的，差不多会用到这么多。好，我们就先把它拿出来放在这边，然后这个就要赶快盖住。这时候我们就沾一点点我们需要的这个土。然后在你要填补的位置，第一个我们把它压进去，压进去以后呢，我们就把它顺平，然后不够的地方再压，再顺一下，先压完，然后呢，周围是不是多很多？把它移除。你这时候在还没有干燥的时候移除，你等一下就不用打磨它，非常的方便。那抹到上面的这个残留的这个东西啊，我喜欢用这种酒精擦，然后你就准备一个在旁边，然后多余的部分呢，我们这样捏一下，它就会完全干净。哦，这样一把小小的磨刀，用一辈子基本上都不会坏。接下来一定要戴这个防护眼镜，因为我们用的是紫外光。然后打开电源1号，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去照这个位置。你有戴这个防护眼镜的时候，你看到的光就不会是那个很强烈的那个蓝色跟紫色。然后你记得哦，要算30秒或者是定时。它固化以后呢，摸起来呢，它就会有点像塑胶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磨掉了。没有，你看，它现在是完全被填补起来的，它已经没有那个洞了。而且你可以想象，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喷上底漆，其实是可以完全覆盖掉的。那你用完这种海绵砂纸以后，我们就可以选择用这种纱布，好，来把它的这个刚才磨过的地方，整个的表面质感有没有？你看它纱布非常的柔软，可是呢，它可以快速的改变这个模型的表面质感，
你有没有觉得它现在磨起来有点那种消光的感觉？就是让很像自然的肤质，有没有？纱布磨完，你几乎是看不到任何的磨痕，但是它的表面质感呢会越来越细致，会越来越咕溜，就很适合来研磨这种皮肤，有没有？哇，摸起来这样，我是不是很咕溜？对。依我摸过这么多只腿的感觉，真腿。因为纱布这个时候它是完全在处理纹理，就是它把砂纸的痕迹变成这种比较交错的纹理，然后变成交错的纹理，你让这个纹理越来越细致，所以你想要磨到这条腿变形是很困难的，可是你可以把它磨得很咕溜。这次我就先处理这条腿给你看，你这样子就可以去做一个练习。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线上课程都教的很多了。如果你们想要了解完完全全的制作过程，你们就先报名这个乔老师的这个初级的这个入门课程。它其实有初中高到上色结束。那我们这边是有开那个 GK 的改造课程，那大家有兴趣的就可以去看一下。那毕竟因为这一次Freeman 它已经用了黑胶还有砂纸来制作这个无缝的处理，所以说有一些地方还是有些明显的瑕疵。那因为它已经上了这个肤色，所以这台我们还是把第一台先完成。那下一集呢，我们就会用今天教的方法然后再制作一个新的东云老师给大家看。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笔图吧。好。听说你昨天涂到晚上12点。对，没错，真的是涂到怀疑人生，真的做人真的太难了。他那个脸的地方，我花了非常久的时间，想办法去画出那个神韵，可是真的有点难，非常难，非常难。我觉得我们先花一点点时间欣赏一下你的作品。好，可以啊。OK。其实我觉得以第一次做模型，你就会磨汤口、做无缝，然后上漆，而且是上消聚漆，再混这个水性颜料，对，来综合涂装。整体的结果这样子已经算很好。以第一台作品来说，那我这次也示范了这个腿，然后我看完这个腿以后，我超想把整台做完的。我本来在做立钢弹然后我看完磨完这个曲线以后，我觉得立钢弹不要做了。然后再来就是唯一比较可惜的，你应该缺一个放大镜。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次的这个模子它其实有把眼窝里面的细节都有出来，黑眼球的部分跟白色眼球的部分，它都有把它分出来。如果我们这时候有放大镜加上这个很好的笔，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分色做得非常的好。然后甚至在这么小小的这个眼珠子、黑眼珠里面，我们可以先用褐色涂满，然后中间再点一点点黑色，就可以做出这个东云老师的这种就是不同的成韵。连白色我们都还可以帮忙做一点对叠，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笔的问题，这个时候是我们眼睛实在能看的地方是有限，真的，所以我们在这边许愿，希望它可以出1:6。没错，再出大一点就没有问题。对，这样我就比较好涂了。对，看大比例。如果要出半胸像也可以，对不对？
那这一集的节目呢，就是很高兴我们 Freeman 终于完成了第一件作品。真的。对，好，那这次东云老师制作挑战的第一集就暂时到这边。那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做人形手重就是要有非常庞大的这个参考资料。所以，如果你平常买不到这些书的话，你们可以去搜寻这个东云老师的这个 YT， 然后 follow 他的 IG， 然后看看他的推特，平常放了哪些他的照片。我们要收集非常多这个东云老师的这个照片，然后平常你看我们有贴在这个我们的抽风箱上面，我们平常就在做佐证考证，在看他的这些特征，然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的把这个东云老师做得更好。好，那这一次呢，毕竟我们是带这个新手那个物理治疗师一个人来制作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做无缝或者是肤色涂装上面，都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就会发起这个大师挑战赛。那首先呢，我们就会邀请台湾玩具跟模型 YT 的扛把子，我们的乔老师，正式邀约你进行人形涂装挑战。那他的这个东云老师的套件，我已经帮他准备好了，12盒，一打。那除了邀约乔老师以外，我还有布莱达，甚至还会有更多的模型老师呢，一起来挑战制作这个东云老师的涂装。那等到下一次我们就会有不同这个东云老师的模型作品。那现在这一次呢，我们布莱达老师已经把这个衣服本来有一些皱褶不见的刻线，重新做了这个刻线。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脖子这里也做了一个这个无缝跟拆件，到时候你可以把身体的这个区块跟衣服的部分分开涂装。都是用了这种滤盖无缝加透明瞬间胶或者是光固化的处理方式，到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肤色表现得更漂亮一点。那这一次呢，真的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在制作这个企划的时候，没有想到真的被东云老师本人分享到这个推特上面。但是无论我们看了多少这个东云老师的推特IG YT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们亲手在制作这个模型，可是永远看不到东云老师本人。所以在这边我们为10万个台湾的模友祈福，希望东云老师有一天呢，可以来台湾办这个宣传活动、签名会，让我们可以看到东云老师本人，那我们就可以把他的模型做得更漂亮。这不是我的梦想这个是我们模型圈的朋友的梦想，我只是代发言。如果我今天没有地方睡，请各位模友看谁可以收留我。好，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下次见，拜拜。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是，就是我是物理治疗师嘛，所以我有一个自己的频道叫做 PT Freeman 治疗师。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或者是你有任何的不舒服，其实你在找物理治疗师或找医生之前呢，你也可以先看看我的频道里面，看是不是有就是帮助到你。主要我的影片就有很多包含检查的部分，然后还有可以自己怎么样去处理的部分，我会教的比较详细一些。那如果帮助到你的话，当然最好，就希望大家可以到我的频道多支持一下。